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老婆觉得自己是炒股圣体，不惜与我离婚也要买股，可是一夜之后，她崩溃大哭，并要和我复婚。李恩惠，你他妈以为你刷到几条炒股短视频，你就觉得你行了吗？人家几十年的老股民亏得倾家荡产，你没有看见吗？面对老婆执意要买股，我怒不可遏，当场就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谁知道李恩惠反倒将我骂了一顿。我看你狗屁都不懂，这么好的发财的机会，你想让我白白错过吗？我实在是不明白，他从哪来的炒股的自信？要是真凭借网上一些博主的风言风语就能够赚到钱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穷人吗？但凡稍微动一丁点脑筋，他就不会相信网上的那些风言风语。像李恩惠这样的没有一点辨别能力的女人，用我们老家的方言来说就是哈批婆娘。看着她已经有些入魔，我叹了口气。为了婚姻的和谐，我索性做出一点让步，让实际结果来证明他错了。行，你想要炒股也行，咱们各让一步，你就拿几万块试试水，可以吗？我没想到，我的让步反而引来了他更大的怒火。周飞，你怎么比我一个女人还怂？几万块能赚多少？我说了，把所有存款和房子抵押的贷款全部投进去，下半生我们就能够衣食无忧了。要是错过了这次的发财机会，谁知道？啪！他竟然能够说出这种无脑的话，我气直接一巴掌就扇了过去。你这个哈批婆娘，你还想要拿房子去抵押贷款？那你怎么不把你爸妈的棺材本一起搭进去呢？他接下来的话直接让我恍然大悟，我爸妈都同意尽最大的努力支持我了，作为我老公，你凭什么不支持我？怪不得他这么无脑，原来这是他们家的一个遗传。想到这里，一股强烈的无力感朝我袭来。像这种又无脑又犟的人，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说服他。他以为我不信他的话，下一秒他就拨通了他爸妈的电话，然后递了过来。喂，小飞呀，听慧慧说你不愿意支持她的事业，最近网上都说了，现在炒股前途一片光明，你可不能拖了慧慧的后腿呀。对方一开口就兴师问罪，我在生气的同时更感觉到一丝悲哀。要是说李恩惠爸妈作为老年人思想狭隘，我还能理解，但是李恩惠作为一个年轻人，竟然没有一点辨别是非的能力，我实在是不忍心这一家去淌这趟浑水。我强忍着怒火，向着两个老年人解释道：爸妈，网上的事情你们少信一些，你们别光看炒股的收益高，但是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你们随随便便一搜就能搜到那种几十年的老股民在一夜之间就倾家荡产的新闻呐。要是恩惠想玩玩，我觉得投几万块就算亏了也无伤大雅，但是你说要拿着家底去赌，那我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听了我的话，李恩惠不服气的在一旁暗暗嘀咕了个怂，我当即就恶狠狠地瞪了他两眼。要不是正打着电话，我高低的再呼他两巴掌。然而面对我合理且通情达理的说法，两个老人竟然直接就把语气沉了下去。李恩惠他妈竟然直接就说，没想到我们女儿嫁了个怂蛋，白白发财的机会都不要，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听了他妈的话，李恩惠像是更加有了底气一般，他竟然直接就冲到我面前，大言不惭地说道：要是今天你不同意，这日子就别过了，咱们离婚。我没想到他已经走火入魔到了这种地步，为了自己那虚无缥缈的发财梦，
竟然连婚姻都不要了！我气得将手高高举起。李恩惠以为我要打他，他下意识就往一边躲去，可是我的手始终还是没有落下。我重重叹了口气，随即将他的手机扔至一边。电话那头还在传来他爸妈嘲讽的声音。我立刻签好一份简单的离婚协议，递到李恩惠的面前。你要作死是吧？我可不陪着你。事到如今，不管我再爱他，我也不可能再继续维持这段婚姻。看见我手中的离婚协议书，李恩惠先是一愣，也许他怎么都没有想到我竟然会离得如此坚决。而在我看来，不管他是真的想要离婚也好，还是只是用离婚来威胁我也罢，反正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但是李恩惠又怎么会轻易地放过我呢？好啊，周飞，你这个负心汉，说离婚就离婚，你怎么这么狠心？李恩惠带着哭腔上前来，就是对我一阵推攘。我猛地一把将他推开。不是你先提的离婚吗？今天我就成全你。李恩惠支支吾吾一阵，她还想解释，直接被我就对了回去。你这种傻婆娘不离婚还留着干嘛？等你把老子家底败完之后，一起去喝西北风吗？一听我骂他，李恩惠也是来了脾气，她银牙一咬，直接抢过离婚协议书。签完字之后，她直接一把将协议书甩到我面前。记住，不是你要和我离婚，是我要和你离婚。和你这种怂包生活，以后的日子能有什么盼头？还是早点离了好，明天就分家产，到时候看我赚钱了，你别眼红，你就活该窝囊的过一辈子。面对分家产的事情，虽然我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情愿，因为毕竟这个家我付出的肯定占大份，但是对这种败家的女人，还是早点撇清关系为好。所以只要能和她早点断了关系，稍微吃点亏我也愿意。第二天，他跟父母带着律师一起找上门来。他爸一开口也是对我一番嘲讽：小飞呀，当初我真是看错你了，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竟然还没有一个女人有胆量。当初我真后悔把女儿嫁给你。他们一家三口纷纷用一种鄙视的眼神看向我，但是我既不反驳，也不生气，因为我知道不久的将来，他们肯定会为自己今天的决定感到后悔。最终在律师的主持下，我们签好了财产分割协议。为了保险起见，我还特地加了一份协议。协议的大概内容就是，只要他们拿到这份财产之后，那么就算我们还处在离婚冷静期之内，他们一家和我没有任何关系。面对这份协议，他们一家对我又是一阵耻笑。你怕我们赖着你，不应该是我们怕你赖着我们才对。要是到时候你看我们赚了钱，不要脸的回来找我复婚，那我才真的是头大。我也懒得再做任何解释。对于李恩惠的话，我只是冷冷一笑，因为到时候后悔的肯定不会是我。在拿到财产的那天，李恩惠转头就将这笔钱连同他父母的棺材本全部买了给股。在他入股之后，他的那只股票一路呈现上涨的趋势。虽然他好几次在我面前炫耀，说我眼光低，但是我却并不在意，并不是因为我知道这只股票一定会跌，而是我明白高风险和高回报是不可分割的。既然他能够凭自己的胆量赚到这笔钱，那我也没啥好嫉妒了。就在我们一起去民政局领取离婚证的时候，李恩惠更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谁让你当初没眼光和我一起入股，现在肯定红眼了吧？我却淡然一笑，你赚你的大钱，我赚我的小钱，我有什么红眼的？李恩惠却认为我只是在他面前逞强，他竟然又直接对我侮辱。你这种既没有本事又没有胆量的男人，活该你窝囊活一辈子。
幸好我和你离婚了，不然我这辈子真的就被你耽搁了。希望你别看我们有钱之后就回来找我复婚，我告诉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我的内心却没有一丝波澜，这反倒让李恩惠破防了。周飞，你他妈装什么装？我知道你在心里头早就后悔死了。按照这个形势下去，我随随便便一笔钱就能够买你的烂命。面对对方的侮辱，我只淡淡说道：李恩惠，我已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不管我做任何事都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还请你放尊重点。一时间，李恩惠却越说越来劲儿，你他妈值得尊重吗？一个男人还没我一个女人赚得多，你有什么资格值得被尊重？你现在难道不觉得自己特失败吗？你竟然还有脸和我站在一起？看着李恩惠那副咄咄逼人的样子，我终于压不住心头的怒气。李恩惠，以前你在家老子养着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失败呢？以为自己现在凭着几分运气赚了几个臭钱就很了不起吗？我告诉你，人是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的，你赚的这几个钱终究是要赔进去的。眼见我反抗，李恩惠气急败坏地朝我吼道：臭钱，等过几天看我是怎么拿臭钱羞辱你的。然而都不用等好几天，就仅只是今晚，原本欣欣向荣的股市直接就在一夜之间崩盘，而李恩惠买的那只股票直接跌停。李恩惠从我这儿分得的财产，连同他爸妈的棺材本，在一夜之间就变为了废纸。这天，我正在家休息，忽然就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正当我开门查看，我还没看清是谁，那个人就一下朝我扑了过来。老公，听到熟悉的声音，我本能地觉得一阵反胃，这不是李恩惠吗？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结果还不等我细想，李恩惠就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道：老公，怎么办？求求你帮帮我吧。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就算他不明说，我大概也已经知道是什么事情了。我不禁带着几分戏谑的语气说道：你不是炒股赚了大钱吗？哪轮到你找我帮忙啊？应该是要我找你借钱才对吧？一时间，李恩惠的脸上写满了难堪，她支支吾吾一阵，终于从嘴里憋出了几个字：我炒股亏了，亏了多少？全部亏完了。说完这句话之后，李恩惠就陷入长久的沉默之中。我看着她那张痛苦的脸，一时间我心中五味杂陈。于情来说，我和他毕竟当了这么多年的夫妻，就算分开之后，还是多多少少都有感情的。然而于理来说，当初我是如此苦口婆心地劝导他不要太贪心，可是他不仅将我的话当作耳边风，甚至还不惜为此和我离婚，落得如今这副模样，终究是他咎由自取。我冷哼一声，想要找我借钱没有？说着，我就准备将他拒之门外。李恩惠却死死将门抵住。亲爱的，我不是找你借钱的，我已经知道自己错了，我再也不会炒股了，求求你原谅我好吗？此刻我已经听出他话里话外的意思。你想复婚？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重重地点了点头。当初我就该听你的，我也是一时糊涂才会和你离婚，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吗？我冷冷地看着他，当初他不顾我的反对，坚持要和我离婚的画面还历历在目。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后悔药卖？听出我话里拒绝的意思，李恩惠更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将我大腿抱住。亲爱的，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我全听你的，我给你当牛做马。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给了他一个罪有应得的眼神。你自己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你竟然还期望我原谅你？我这里不是慈善机构，请你马上离开，不然我就报警了。说着，
我就像抓小鸡一样，将他强行提了起来。可是他接下来的一番话，却直接让我当场愣住。就算你看我笑话，不想原谅我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孩子是无辜的呀！我身体像是触电一般，我怔怔地问道：“孩子？什么孩子？”李恩惠温柔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我怀孕了。看着她的动作，我当即怒上心头。李恩惠，你真是他妈脸都不要了！为了让我和你复婚，这种丧尽天良的谎话你竟然都说得出口。我们结婚6年，做梦都想要一个孩子，可是就是一直没怀上。如今在这个节骨眼上，她忽然告诉我怀孕了，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欺诈吗？正当我准备将她丢出门外，李恩惠忽然大声喊道：“等等！”说着，他就从兜里掏出一纸身体检查报告。你不信的话，你就自己看。我半信半疑地接过那纸报告单，然而上面确实显示李恩惠已经怀孕3个月了。我下意识地就将它赶忙放了下来。我将那份报告单翻来覆去看了不下10遍。此刻我内心的矛盾早已到达顶点。对李恩惠的憎恨，以及对这个未出生的孩子的期待，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眼见我心软，李恩惠顿时加强了对我的攻势，她的语气前所未有的温和：“老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就让我留在你身边，好好照顾你和咱们的孩子吧。”我看了看他，然后又看了看手中的报告单。你真的已经改变了吗？李恩惠连连点头。都说女人会因为孩子产生一种母性，但是男人又何尝不是呢？因为这个我梦寐以求的孩子，我内心竟然真的开始慢慢原谅了李恩惠。好，看在孩子的份上，我暂时可以相信你，但是我们得签一份协议，就是假如我们再次离婚，你就要净身出户。别想再从我这儿分走1分钱。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竟然孩子让我心软，但是我还是尽可能谨慎地对待这件事，毕竟相同的错误我可不想再犯第2次。然而面对我的要求，李恩惠想都没有就立刻答应了。她在我心中的可信度又开始一点点提高了起来。如今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我还能怎么办呢？当然是原谅他。也许在我的心中，还是期盼着他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当李恩惠回归家庭之后，确实比以往更加懂事了。家里的一切都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这确实比我一个人住的时候好上许多。但是没过多久，有一天，李恩惠忽然支支吾吾地向我问道：“老公，可以麻烦你一件事吗？”我看着她的表情，就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你先说。你看我肚子越来越大了，可以让我爸妈过来照顾我吗？我瞬间领会她话里的含义。你是想让你爸妈搬过来住？他之前把他爸妈的房子一起赔光了。现在2人都是借住在亲戚家里，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让他们来照顾我一段时间，等到孩子出生就让他们走。说着说着，李恩惠就眼泪汪汪的。要是你不想答应也没关系，我一个人也可以的。虽然有点激将法的意思，但是他都这样说了，那我自然只能同意。但是照顾你，你妈一个人就够了吧？最终，我就让李恩惠的妈妈一个人搬了过来。我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会为这个决定后悔一辈子。李恩惠的妈妈到来之后，之前李恩惠做的一切事情都交给她来做的。不得不说，她妈妈在各个方面确实做得比李恩惠好不少。不管是在帮我洗衣服，还是做饭方面，都可以说是无可挑剔。虽然说因为之前的事情闹得有些不愉快，但是看到如今生活一步步变好，我竟然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周飞呀，
这是妈特地给你炖的汤。”说着，李恩惠的妈妈就端上来一碗不知道用什么炖的汤。“你最近工作辛苦，得好好补一补。”我端起那碗汤，觉得心里一阵暖暖的。李恩惠在一旁半开玩笑道：“妈，你真是偏心啊，只给阿飞一个人炖，都没给咱娘俩准备。”然而他妈妈也只是微微一笑，人家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你在家纯纯享福，你喝什么汤呢？我虽然知道李恩惠是在开玩笑，但是我还是将手中的汤递了过去。“老，你也尝尝。”结果李恩惠他妈一把就将我的手推了回来。“不行，这汤是我特地给你炖的，怎么能给他喝呢？”我笑了笑，“不就是一碗汤吗？没关系的。”“那怎么行？再说这汤是大补汤，他喝了对他身体没有好处。”于是他又将那碗汤端到我面前，直到看见我喝完，他才满意的笑了笑。这天之后，他总是时不时的就给我炖这个汤喝。我喝完之后，确实感觉人精神了不少。眼看我将碗里的汤喝完，随即他又语重心长地说道：“阿飞呀，之前我们两个大人和恩惠都犯了不小的错误，还希望你见谅。”说着，李恩惠妈妈的眼眶就湿了，看上去无比真诚。“现在这个家庭的重担都在你身上，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呀，千万别搞垮了自己的身体。其实，作为一个男人，最怕的不是辛苦，而是害怕没有人理解你的辛苦。”他的一番话无疑触动着我的心弦，让我深受感动。看来他们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看着如今的这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妻子和丈母娘对我如此好，我作为一个男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原谅他们呢？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顺嘴将我和恩惠复婚的事情重新提上日程。一听这话，李恩惠和他妈都高兴地哭了。“是啊，是得在孩子生下来之前复婚才像话呀。”看着如此温馨的一幕，我已经开始幻想，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我们家会变得有多幸福了。可是这天，我们公司体检的报告单却给了我当头一棒，这绝对不可能！我不可思议地朝着医生吼道，医生却只是摇了摇头。报告结果是不会说谎的，医生，你再好好看看，是不是你看错了？医生再次摇了摇头，你看看，你这个器官已经衰竭了不少，要是再这样下去，会出现生命危险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良嗜好？我劝你还是快点戒掉吧。绝对没有。虽然说我的作息和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健康，但是我觉得至少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在拿到这份体检报告之后，我连公司都没有再去，随即就失魂落魄地回家去了。一回到家，李恩惠瞬间就察觉到我的不对劲儿。老公，怎么了？我随便敷衍几句之后，就回房间休息了。在床上，我思来想去，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身体突然会变得这样糟糕？难道是工作的缘故？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变得有些提心吊胆，因为眼看着生活在不断变好，自己的孩子也即将出生，要是真在这种时候出现意外，我可接受不了。可是不知不觉间，就已经到了晚上。丈母娘在做好饭之后就叫我起床吃饭。原本我是不想吃的，但是她硬生生将我拉了起来。在餐桌上，丈母娘又端上之前炖的那个汤，我望着那碗汤，忽然入了神。忽然我只觉得后背一凉，一个可怕的念头一下就涌了上来。尽管我在尽力说服我自己，结合直接身体突然会变成这样，我很难不冒出这样可怕的想法，这碗汤一定有问题。随即我下意识的就将这碗汤瞬间就推远，丈母娘却以为是我身体不舒服，所以才不想喝，
于是赶忙在一旁劝道：“阿飞呀，这汤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啊，你一定得喝才行啊。”说着，他就将汤再次推到我面前，看着他脸上那担心的表情，我不受控制地开始产生了怀疑，他到底是为了我好，还是说想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在两人的注视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将整碗汤喝了下去。喝完之后，我立刻就找了个借口离开，我立马就将刚刚的汤全部吐了出来，然后立马送到自己当医生的朋友那里化验。可是正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我却听到里面传来一阵低声的讨论。你说会不会是他发现了？听到这句话，我瞬间瘫软在地。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以为的幸福，原来都只是假象罢了。我不禁扶额一阵苦笑，这下可好，连检验的结果都不用等了。我双手握拳，恨不得当场冲进去把两个人都宰了。可是我知道抓人必须要抓现行，所以我最终还是将怒火压了下来。最后，我索性下楼溜达一圈之后，过了很久才重新回了家。我一进家门，李恩惠和丈母娘立马就上前来关心我：“怎么样，没事吧？”我微微一笑：“有你们的关心，我能有什么事呢？”这天如同往常一样，我正在端起丈母娘递过来的汤就准备喝。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李恩惠和他妈异口同声地问道：“是谁呢？”我笑了笑：“一个朋友。”说着，我就端着汤起身开了门。然而看清来人之后，李恩惠和他妈直接被吓得呆愣在了原地。警察！我身后二人直接惊呼出声，李恩惠他妈更是肉眼可见的变得慌乱。阿飞，你是犯了什么事吗？怎么警察会上门来呢？我回过头去，朝两人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犯事的不是我，是你。说着，我将手中那碗汤端到警察的面前。就是他在这汤里下了药。一听这话，李恩惠他妈当场就怒了：“周飞，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好心为你炖汤，你竟然还敢污蔑我！”说着，他就冲上前来，想要抢那碗汤，想要消灭证据。但是他瞬间就被控制了下来。一旁的李恩惠眼见不对，赶忙就上前来想要撇清关系。“妈，你真的做这种事情了吗？”看着李恩惠浮夸的演技，我心头冷笑一声，我就不信这事他真的不会知情。此刻，李恩惠的妈仍旧还想狡辩：“我真的没有做这种事。”眼见他不见棺材不落泪，警察当即就把他押了回去，并立刻对汤进行了化验。结果毫无疑问，现实汤里被放了能让器官衰竭的药物。这下李恩惠他妈百口莫辩，他竟然索性破罐子破摔道：“就算这汤里有药，你也不能证明是我放的。”看着他仍旧不知悔改，我索性直接将我偷偷安装的监控拍到的视频给拿了出来。在看到视频的瞬间，他终于破防了。李恩惠赶忙上前，对着他妈就是一通指责：“妈，你怎么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来？你这不是想要毁了我们这个家吗？”我在李恩惠背后冷笑一声：“你还想要装到什么时候呢？”李恩惠不可置信地回过头来望着我：“老公，你在说什么呀？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说着，我就将另一段视频放了出来。只见视频中，李恩惠和他妈正在商讨着等我死后如何占据我的房子和财产。李恩惠见状连连摆手：“老公，你听我解释。”解释？我直接当着那么多警察的面一巴掌就扇了过去。你他妈为了钱，连有孩子的这种话都能够编出来。在怀疑他妈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怀疑李恩惠说有孩子这件事也是骗我的。我本想着，如果她真的怀上了我们的孩子，我会考虑暂时放过她一马。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骗了我。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直接当场就一同拆穿了他的真面目。眼见事情败露，李恩惠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老公，我真的不是故意想法骗你的，我真的只是想要和你复婚罢了。”复婚？我不禁苦笑出声。你不就是惦记着我的钱，然后再用我的钱去炒股吗？李恩惠，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今后你和你妈就一起在监狱中度过吧。李恩惠抱住我的大腿，还想恳求我的原谅，但是我懒得再看她一眼，就直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回家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将和他们有关的所有东西全部丢掉。1个月后，法院开庭，李恩惠他妈因为故意伤人和投毒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李恩惠作为帮凶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虽然3年乍一看不长，但是这已经足够毁掉他了。走出法院的那刻，我长长的舒了口气。既然坏人已经受到惩罚，那我也该放下过去，去寻找自己新的幸福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